Hello， 大家好，今天是6月19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截至周三收盘，行情维持震荡，周线是一根10日星，但今天休市，而明天却是事务日，看来本周的波动将在本周五出现大爆发。特斯拉跟前几期视频观点一致，30分钟我们依旧保持看空，以后的视频阿哲会多看看 AMD， 因为它很有可能处于一个大波段行情的开始。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93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的美股盘前观点。今天的美股虽然休市，但是消息面上依旧有所波澜，主要集中在有关中东方面的一些事情，大家也应该是有所关注。但阿哲更多会从技术面的角度去出发，来讲解近期美股市场技术面的一个表现。我们在第一部分会讲到纳指的市场观察，阿哲依旧会通过浪形和170MA 去跟踪目前的趋势变化。为什么说目前美股的趋势它可能不像之前那么容易走为强势，而更容易是震荡，甚至是下跌呢？那么后续又应该如何改变这种趋势，可能要再次走为上涨？他们的迹象都会有哪些不同？我们会在第一部分用趋势的角度去讲解。同时，在周五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支撑和压力位，阿哲也会给到大家。这一方面用红绿灯去看到短线的多空方面，目前的多方和空方谁占据优势。在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我们会讲解个股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特斯拉和 AMD。阿哲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半导体指数、博通、AMD、阿斯麦、苹果、Meta、MSTR、PLTR、谷歌、微软、亚马逊、SMCI、台积电以上的个股，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我们看到左边的图表是纳指的日线图，在纳指的最近2天走势当中，出现了一根防守阴线以及一天冲高回落的反弹。那么这一根阴线之后出现反弹是一个正常现象。阿哲在昨天的内部直播课程当中有很详细的讲到这根阴线的使用方法。那么在本期视频当中阿哲就不做重点讲解，因为讲完之后可能时间会比较长，那么会占用本期视频较多的时间，那么就没有这个必要。如果您感兴趣这根阴线的使用技巧，如何能够用这种阴线看到它的第2天会有反弹，以及后续如何会构成买点，又如何会构成看空点，这根阴线后续引发的交易机会它是哪些？那你可以去找到助教老师去观看阿哲昨天在内部所进行的私密课程。这一节课程只要您是订阅观众就可以免费收听。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到第一部分，讲一下最近我们一直提到的浪形的问题。阿哲对于当前美股的这一波上涨的看法就是，它目前处于一种3浪5的末端，也就是说，它整体这一轮上涨是日线当中的3浪，而3浪当中又拆分为一个小的5浪，而当前的股价走势处于小5浪的末尾，甚至已经可以说是开始4浪的回调了。因为在5浪的结尾当中，你会发现这一波走势和前面2波走势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前面2波上涨基本上都是单边，而出现一根阴线比昨天最低价还要低的这种情况是少之又少，也就出现了这一根而已。但是在这后面的5浪的上涨当中，你会发现上涨的速度在变慢，它的斜率在变缓，而后在盘中的时候出现很多次的相对实体的阴线下砸，所以这一波行情和前面就形成了一个对比，那么它就很有可能是一个3浪5的终点，而目前在准备4浪的回调中。我们的观点就是在出现楔形破位有效、楔形构造有效的情况下，市场会产生这样的一波调整。当然这种调整是比较理想化的，因为正常来讲2浪如果走得简单，则4浪可能容易复杂。它不是铁律，但是它属于大部分的一种规律，属于一种常态化的现象。从前期的1浪的高点到2浪，很明显是单边下跌。那么单边下跌所对应的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再一次的单边下跌，所以4浪的走势可能会比较复杂，会比较波折。但不管是简单还是复杂，都可以认为它处于调整当中。那么既然处于调整当中，那么这个地方就不能作为我们像前期那样随便的盲目去做多的点位，所以要有所小心。而最近的行情走势出现了一根跳空低开的阴线，把前方这个5浪的上行趋势给跌破了。跌破之后有一天的阳线反包，上期视频我们说的很明确，阳线反包感觉很强势，但是你要分清楚强势阳线所出现的地方。像之前这里也是强势的反包，那这里为什么就能够快速的上涨？
我们上期视频有讲过，这个地方它和前期不一样，因为这里强势反包之后，它离上方的压力位就很近了，所以最近走出震荡是相对合理的，因为空间上它本来就还未打开。所以这根反包阳线，阿哲在上期视频有讲得很明确，你呢如果想看涨可以，阿哲呢是拦不住的，但是尽可能仓位就不要放太多了，你要小心这里容易出现回落，而一旦回落就说明这个压力位是有效的。当然了，如果您更想要知道小周期如何去判断目前美股的走势，那么阿哲呢会带大家来看一下小级别30分钟如何判断它的一个趋势方向。你想要更加及时的看懂纳指的一个方向走势、趋势改变，目前究竟是确实会走适量调整，而后续呢也确实会空方不断扩大优势，亦或者是目前可能就调整结束，后续会再走出日线级别的无浪上涨。那么哪种方向性的可能性会更大？我们在小级别如何去一步一步的在日内跟踪，这也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一点。现在我们看到30分钟纳指的170天均线，图中的这根黑色均线就是170天 MA。有同学呢在上期视频问到阿哲，它的具体点位是多少？这个呢阿哲很难回答你，因为目前收盘之后，它的一个数值和盘中是会有略微波动的，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您把您的软件打开 MA， 设置170就行了。大家注意了，是 MA 而不是 EMA。如果您发现您的那一根均线跟阿哲相差很多，那么说明您可能打开的不是普通的 MA。在设置好 MA 之后，你会看到的是，在图表当中出现了这根均线，而最近的指数呢，在这根均线上是反复的出现了回踩。在上期视频，阿哲有讲过，如果您真的目前想做多头，甚至呢是日内的短线的多头，那么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回踩170天后它的日内的机会，这是上期视频阿哲重点去提的。如果你做多，同样可以用到170天均线，而如果您想看的是调整会不会更大的去扩延它的空间，那么170天均线你要看它会不会被有效的跌破。在之前对170天均线是否有效跌破的判定，我们讲过很多次。你要怎么看呢？首先第一个，如果它出现了收盘价跌破，那么开始去看。一般我们看它跌破的这2天，它跌破2天的170天均线，那么这2根 K 线里面找到最低的价格，而这一个价格将会形成一个支撑，这个支撑点之上出现的任何买入信号都可以作为对170无效跌破后的反抽，所以很多时候多头的买点会集中在回踩170之后的止跌行为。像这个地方，有同学说这里算跌破吗？这里只跌破了1天，而后就止跌了，所以这里不能算一。我们往后看，这里是第1天，这里是第2天，然后这里是支撑，跌破1天，而后反包，再次的是不是走出反抽？它依旧没有效跌破170，包括后续的这几次出现跌破1根，而后反包，是不是反弹了？跌破1天，跌破2天，这里又是支撑，又没有跌破，再次的反弹。包括最近的几次又下跌，跌破第1根就止跌了，跌破第1根就止跌了。像目前为止，你会看到它又收盘跌破第1根，跌破第2根，所以在目前的30分钟有一个新的支撑。如果在周五的时候出现收盘价把它跌破，甚至呢是比较大幅的跌破，那么当前的30分钟170天均线会告诉我们，纳指确实在进行适量回调，而且越走越明朗。那么对于多头来讲，就应该尽快的再次的大幅的减仓。反之，如果对于空头来看，这个地方它每一次回踩170都没有效跌破，如果这一次还是撑得住，甚至呢再次的能走出新高的态势，对于空方来讲，那么这里就要收手了。我们应该再次的往多方去看。所以对于日内的观察点，你可以用170看一下它的30分钟，会比日线快一些。它可以让你在日内就有所判断。稍后呢，对于特斯拉，我们也会用到这个技巧。以上呢就是阿哲对于浪形和对于纳指30分钟的170天均线再次的跟踪和对于策略的更新，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一位老同学，那么听到这里可不要忘记照常点上你的小爱心，支持阿哲的视频创作。而如果您的时间比较充裕，那么阿哲希望您也可以同时点击下方的评论区留下您一句宝贵评论，感谢您的点赞评论支持。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阿哲也希望您可以在视频底下点击这个订阅按钮，而后成为
阿哲频道的粉丝观众，顺手可以点开全部铃铛。当你打开这个全部铃铛之后，您就可以享受一项权益，以后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只要发布，您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阿哲的通知，那么您就不会错过每一期阿哲的视频更新了。感谢老同学的点赞评论和新同学的订阅支持。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部分。对于指数的浪形和170的观察趋势方面，您如果明白，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短线的多空。不过短线的多空要有所注意。像上期视频我们讲过红绿灯，像这一根阳线肯定在短线上是多方占优势，而后是看涨信号。但是因为浪形和170决定了目前的趋势有所走坏，而空间上有所压力，所以哪怕有多方信号，我们也尽可能少买，甚至呢是不买，忽视掉。所以在使用这一个红绿灯日内撑压的前提是，你要明白目前的大环境是如何的，它是否能够出现短线买点就立刻去买。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周五的日内撑压究竟是哪些？现在你所看到的图表在左侧是一个盘前解析。阿哲呢，每天盘前只要美股开盘就会去更新有关当天的具体的重要的点位支撑和压力，而只要您是订阅观众，那么在一段时间之内就可以免费接收到阿哲的这条盘前解析的服务。一般盘前解析呢，阿哲会发布两个部分，一个呢是点位测算，一个呢是某些观点。比如说昨天阿哲是没有发布盘前解析视频的，但是呢每天的盘前解析文字版本，你呢也能够有所知道阿哲的一些观点。像阿哲昨天重点提到的就是指数呢出现了反手阴线，那么今天有反弹是正常的，如果没反弹或者盘中反弹就结束的，就说明多方很弱。昨天的市场是不是如期出现了反弹？反弹的时候盘中反弹比较强势，但是反弹之后是不是结束了？没有维持一根比较不错的阳线，所以当前呢有反弹，但是多方还是比较弱的，因为它盘中就反弹结束了，没能够收到一个高价。同时这里阿哲也提醒，目前的行情走势趋势呢偏空，那么只有收盘价突破周二阴线的高点，才能够重新的去短线做多。在此之前，它每次的上冲没有过周二阴线的高点，就都说明不能够突破压力。那么不能够突破压力，就相对要小心。同时也提到，在个股上出现的多头买入机会，如果叠加指数的防守阴买点，将会更好。所以昨天有多头的机会吗？日内是有的，但是我们看到日线上它没有突破关键的阴线的压力，所以在日线上尽可能昨天你的买入多单就不要过夜会好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底下的点位的预测。正常来讲，阿哲会在盘前发布3个标的的点位，一个是纳指、特斯拉还有英伟达。关于这3个标的的点位，每天都会去更新。像这些高点的压力、低点的支撑，你可以在盘中直接拿来作为支撑和压力去看。你同时也可以像阿哲一样，用右边的红绿灯来去标记。比如说，当阿哲盘前所给到的压力位被收盘给突破时，说明当天呢压力突破，多方强势，你可以标记一个绿灯。而假如股价的收盘价是跌破了阿哲给到的盘前的支撑，那么说明支撑跌破，空方强势，你可以标记一个红灯。所以红灯呢为短线的空头 K 线，而绿灯为短线的多头 K 线。那么这一个红绿灯会构成一个简单的交易买卖点，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技巧，比如说变盘的看法，我们后续呢也会讲到。最简单的交易点就是，如果昨天是一根红灯，说明昨天为空方强胜 K 线，而如果在第二天立马转为绿灯，立马由空方强转为多方强，这就属于一种比较明确的短线做多买点。如果今天是一个绿灯多方强，但是第二天立马转为空方强，说明之前所买入的做多筹码将要获利兑现，或者说这里呢容易发生一个调整。所以往往通过红绿灯的跟踪，我们希望它会出现一些连贯性。比如说，当市场出现了一个红灯跌破了支撑位的 K 线，说明空方强势，我们更加希望看到是不断的走为红灯或者说无灯。那么这种情况下，短线就一直是看空追空。而其中出现了绿灯，你可以做一些短线的止盈，空单的了结。但如果在绿灯之后再一次转为红灯，就说明依旧呢可以看空，直到再次的绿灯出现。那包括这一边的上涨也是一样的，当市场为绿灯的阶段，那么直到下次红灯之前，我们认为还是比较安全的。不过它不是每一次的绿灯到红灯都会有比较大的收益，它有时候呢可能会是震荡行情，那么收益就会较小，甚至呢是略微的小赔。所以红绿灯的交易思路是让我们更多的去
抓到这种偶尔出现的大行情，而在一些小的震荡或者说小的行情当中呢，保持小亏或者说保持不赚不赔，那么整体达到一个获利的一个思路。所以我们看到目前最新的红绿灯表现，在近期的红绿灯表现当中呢，其实就有一个特点，它不像之前那样子，绿灯之后呢，再次的出现红灯之前会有一大波的利润，它并不像之前了。它现在的特点就跟我们上期视频所讲的一样，在绿灯之后没过一两天就红灯了，绿灯之后没过一两天就红灯了，因为它这里真的很有可能是一个五浪的末尾，所以多头就在走弱。所以这一天是一个绿灯，第二天立马走为红灯。我们在上期视频是不是讲过要小心这种情况？所以走为红灯，后续的股价走势只要没有转成绿灯之前，理论上你的短线就尽可能不要转多。而如果保持红灯无灯状态，就说明后续的所有 K 线它都依旧归属于空方占优势的点。那么接下来你要关注就是哪一天它又再转为绿灯了。那么如果结合我们前期所讲到的30分钟的170去搭配使用，你就会知道哪个地方重新开多单会更加安全和可靠，而不至于像昨天那样子冲高回落，可能日内有机会，但是日线上呢依旧偏空。我们看到周五的关键点位，高点的点位预测它的压力是19689.12，而低点的支撑预测在周五的时候要关注19517.92，这两个价位如果在周五的收盘最后收在高点之上，则是绿灯，那么我们重新可以认为短线看涨。那么假如收盘价依旧保持在高点之下、中间亦或者是低点之下，那么它是无灯的或者说是红灯的，就同样还是风险为主，至少呢短线多头还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强势 K 线能够去买进。这就是红绿灯目前告诉我们的，市场还是偏空的，哪怕这里可能变盘看涨，但是呢要出现买点才行，绿灯之前我们依旧小心。而如果继续出现红灯，则说明空方更加有利可图。不过周五不一定就会是红灯和绿灯，也有可能无灯，所以这里呢大家要关注了，每天阿哲的盘前点位都会有变化，你每天呢都可以去跟踪。那如果您是老同学，应该知道怎么去领取到这些点位。那假如您是今天首次观看阿哲视频的新同学，那么阿哲告诉大家，您在点击订阅之后，成为了粉丝同学之后，如何去领取到每天的盘前短信呢？其实很简单，您只要点击一下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点击之后，您就会看到一个置顶评论，而置顶评论中是阿哲所发布的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那条链接您点了后就会看到他的 Telegram， 而您在 Telegram 当中只要发给助教老师一个口令，这个口令呢就是盘前2个文字，助教在收到这个口令后就会告诉您如何能够每天盘前看到阿哲的解析短信。希望这一条短信呢，在阿哲日常没有更新视频的时候，也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它可以让你更加及时的在每天看到阿哲的一些观点，以及盘前的一些关键点位的测算。当然了，如果您是一位热爱技术分析的同学，那么阿哲同样还有一些其他的福利给大家去提供。盘前解析更多的是一个行情和技术的跟踪。如果您想学习更多进阶的技术分析知识，您想要提高你的交易水平，那么阿哲的建议是，您不只是关注盘前解析，您还可以看一下阿哲提供给订阅粉丝观众其他的一些福利。所谓的盘前解析点位预测只是其中的一种，也是阿哲认为可能是最不重要的一种。因为如果您真的想要提高自己的自身能力，那么更重要的是你要去自己学习，你要去掌握更多的知识。所以阿哲和阿哲团队的老师同样也会在内部为订阅粉丝同学进行一些不公开的私密的直播。只要您是粉丝订阅观众，就可以免费参加我们的内部直播课程。同时我们还配备有专门的粉丝学习小组，您在学习之后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跟助教老师或者说在群组当中去进行提问。阿哲看到了，或者助教老师看到了，会进行一个知识答疑。而这个学习小组呢，不是每一位同学可能都能够加入的，因为这个学习小组只提供给爱学习、真正有时间学习的同学，所以不是每一位同学可能都符合要求。那您怎么样能够给阿哲证明您真的是属于有时间学习的同学呢？很简单，您需要观看一节我们的内部直播课程。您参与一节之后呢，您再完成我们课中老师所布置的一次作业。您只要完成一次作业，交给助教老师，而后评分只要合格，你不要教得太差，你不要随便敷衍。那么这份作业提交之后，那么助教老师就会邀请大家加入到粉丝群组了。
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您首次观看视频就订阅阿哲频道。阿哲呢会将更好的技术分析在内部的课程当中为大家去提供。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本周本月所安排的这些课程。我们在本月的6月17号到6月27号这个期间内，我们准备了8节的内部课程。这些课程您都可以参与现场直播以及呢限时的直播回放。不管您在哪一个地区时区，您都不会错过每一节内部直播课程。像本周我们已经讲过龙头的底部结构如何去识别，龙头如何通过价格、通过量能、通过它的资金去进行分析、去进行解码，如何找到更加容易启动的行情。像今天呢，也有老师在早上分享了如何通过成交量和价格的共振去找到启动的龙头。那明天呢，还有龙头交易的全景图等等系列的课程都会在这2周进行开展，所以订阅同学可不要忘记跟朱老师报名参加我们的内部课了。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部分。前面呢，对于浪形、对于指数的环境趋势有所了解之后，我们来到第2部分，讲一下个股解析。现在我们看到特斯拉的分析，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图版。目前的特斯拉，阿哲看法就是前期在进行了一个5浪的推动之后，目前进行一个回落。这个回落呢，有几种可能，目前还在一一的在验证。第一种可能就是它有机会是一个2浪的回调，而前期这一波强势的反弹，它可能是一波1浪的上涨。那么这样的话呢，未来特斯拉就还有很不错的做多的一个条件和空间，但这需要一些确认条件，目前还没有达成。第2个就是当前的特斯拉处于一个 A 浪下跌后 B 浪反弹结束之后再次的 C 浪的回落，那么这个回落就跟2浪不一样。正常来讲，2浪不创新低，但是 C 浪它会创新低。那如果这一波要走西浪，那么特斯拉这里是不是它就会构成前面5浪上涨之后的下跌反弹再次回落，而这个 C 的回落呢，应该会比较长，甚至呢容易创新低。所以当前对于特斯拉的浪形其实还是比较不利的。所以从另外的一些角度，比如说107天均线，你会发现170当前的特斯拉其实一直在这附近震荡。它往下去跌破170的时候，是不是下跌反弹又进一步的下跌？但它往下跌破170，是不是整体还是在这个均线的上下1倍在波动？那包括这一波的上涨，其实它还是在前期这个均线大概1倍左右的空间在波动。它往下跌呢，离不开170均线的1倍空间；往上涨呢，又容易受到170均线1倍空间的约束。所以当前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震荡的区间，受制于170的牵引和拉扯。那么包括现在，它跌破170也跌不太动，上涨呢又无法站稳170，所以目前的特斯拉在多空上都依旧保持震荡。涨多了你要注意，它容易往下拉回170；跌多了它容易超跌往上去回归170。是不是前期涨高了就往下跌回到170，而跌破170多了就往上回抽170？那么现在呢，在170附近再次的震荡，它整体的震荡区间是不是从之前的大空间转成了小空间？目前的空间更小，所以这里呢是一个空间的压缩。那么目前的特斯拉它的空间很小。那么这里其实也预示着另外一波单边行情呢，目前在酝酿，而当前的多头优势越来越小，空头反而在扩大优势，所以它的方向也越来越偏向于要向下。那么这里阿哲讲一下2个点要注意的，一个是日线上，日线上目前是重新的跌破了170，昨天的这根阳线是没有站上170的，这是日线上已经连续跌破了2根170，而在30分钟我们再看到这里。30分钟的170早就在这个地方出现有效跌破了，是吧？跌破第1根，跌破第2根，第2根 K 线也被下跌破位反弹，而后大幅的下跌，所以在30分钟的170早就有效跌破。那有效跌破之后就进入熊市的行情，它的特征就是反弹到170是压力，下跌反弹170是压力，下跌反弹到170是压力，跟指数纳指的30分钟完全反过来。纳指30分钟目前还在回踩有支撑，但是特斯拉已经是反弹有压力，所以特斯拉最近我们很多期视频都是保持看空的观点，不管是这一波下跌还是这一波下跌，是不是都是以看空的方向？为什么看空？因为30分钟特斯拉早就提前于指数走弱了，那这个地方有没有机会能够转为多头？最近的这个调整它开始低点不创新低了，
它开始走出了另外的一种三角形收敛的状态。那么离170虽然有压力，但是一直在盘着，它也不大跌，它也不创新低。所以这个地方对于空头来讲，你想要像之前这样有大幅的利润，那么你可能要承受一定的止损的风险。因为上次我们在开单的2个地方，是不是这个地方说过空方要去建立，那么这个地方呢说过空方要去加仓，那么其实整体的利润到目前为止不算很多。那么这里呢，对于多空双方来讲，就还是比较关键的，它的方向还不明确，所以我们可以把你的成本这里相对做一个止损。它要么呢选择快速的向下去运行，那么给我们空头有所利润；要么呢就空方以前方的一个区间，以目前的利润作为你的止损。价格要走多，必然需要有一个170天均线出现了强势的阳线拉抬，而后去上涨突破才行，才能转多。那么空头才去止损，会怎么出现呢？你来看一下170向上的突破，它目前就是突破第1根，突破第2根就有压力了，就过不去了。这里昨天也是突破了第1根，突破了第2根，是不是又有压力过不去了？所以当前来讲，这个地方要走多，一定要有一根阳线把左边2号 K 线给击穿，击穿之后你就可以转多，30分钟转多，而后空方开始撤退，开始止盈。而只要这根 K 线被击穿之后呢，股价后续不跌回来，那么就往上看多就行了。这是30分钟要出现的动作才能够去转多，不然的话呢，它只要不出现，它只要不是有效突破，就依旧往下去看。希望以上对于特斯拉的讲解能够对您有些帮助。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角度，资金和动能上。我们目前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那么图中的白色线呢也是 MA170， 所以当前在 K 线上，其实特斯拉出现了一个动能 K 线的买点，绿灯后转红灯，它应该作为一个买点。但这一个买点，因为指数的环境它没有防守性的突破，又因为170的压力它没有过，所以这个绿灯我们说过你要考虑一下，它是一种买点，但它只是一种信号的买点，其他的信号呢还没构成买点。所以在这种位置，你说我要去买，我看到红绿灯我就一定要买，可以吗？也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了，这个买点肯定不是多方能够放大很多仓位的买点，它只能够小小的去试错一下。我赌一下，周五它就是能够构成30分钟的往上突破，我这里开始买一点，然后周五再加仓，只能够这么去看，而不能直接你说因为绿灯转红灯，我全仓满仓去做多，这是不应该的。所以在红绿灯上，它构成了一个买点信号。而我们再看到下方的资金，这一天是不是连续流进周的流出？我们说这一个地方它很靠近零轴，反弹靠近零轴时就要小心，它可能处于一个反弹的高位区间。那么这里没有上穿，所以还没有明确的变盘。而我们看一下这一天的变色，它这一天颜色改变，就说明它是一个异动。那么它的高点为压力，低点为支撑，关键 K 线是它。这也再次证明了红绿灯这一天它还不构成买点。如果这一天的收盘价能够收在这个阴线高点之上，又是绿灯，那可以作为不错的买点，但可惜没有。而假如还是在这里波动震荡甚至下破，那么是不是它更容易维持一个 C 浪的调整， C 浪的下跌，那 B 浪的反弹就结束了。我们接下来看到周五红绿灯的一个判定，你要注意它的高点，周五的压力是332.62，低点的支撑是318.75，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收盘价能够收在高点之上，就保持绿灯，那么这个绿灯应该会把左边阴线突破，那么则作为比较不错的一个买点。多头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你要去买进；空头的话呢，就要转多了。以上是特斯拉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看到英伟达。在英伟达的图表中，最近英伟达走的还是比较强势的。像英伟达现在呢是涨到了143.95之上，涨了3天，只是涨上去的力度整体还不算很强。但阿哲呢不把它作为主要的交易标的，主要是风向的一个观察，所以当前它是一个震荡，慢慢的震荡站上了一个压力位之上。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之前在这附近想要去赌一赌，它能够回落到前方的135.01的，到这里你肯定不能够再拿着空单了。在承受了略微的止损之后呢，你这个地方除非再次有明确的阴线跌回来之前，不要去看空英伟达。但是看多的话呢，这里还差一点动作，因为对于143.95突破还看着不是很有效啊，太弱了一点。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
从英伟达的一个日线图表中，你可以看到它的红绿灯走势是不是绿灯、红灯、绿灯这种走势一般是属于变盘走势。变盘走势之后收跌，本来应该是看跌的，但是它立马第二天反包出现绿灯，所以变盘点的看跌呢就被打消掉了，所以这一点要注意了。一般我们变盘信号出现的时候，你说这一天变盘向下可以直接看空吗？你要根据一下价格的走势看，如果这一天直接是一个红灯，那可以看空；那如果这一天是10日星，是一个运线，那么就尽可能等一个明确信号，比如说转红灯，比如说运线下破，然后再去做变盘看下的一个观点。那假如呢，它在变盘向下之前又再次的反向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它则不代表变盘依旧向下，我们要继续去观察红绿灯的走势。这一天是绿灯，那绿灯之后，它只要保持无灯乙或者是绿灯，就可以持续看涨。所以对于英伟达持有它的多单的同学，如果目前你看涨的，你可以看到这一个绿灯只要保持就行了。而从 BBD 上来看，这里呢是一个流出，流出之后这一天是流进，是不是？流出后的流进，我们关注一下它这个区间，这个区间也目前还没有被打破。它如果要看涨，最好我们能够有一根阳线把高点给突破。而假如在绿灯之后选择的是向下跌破这根 K 线，那我可以去看什么？看它突破压力位无效，再次的回落。这是关于英伟达的一些看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只股票，下面我们看到半导体指数。我们在之前的一个视频走势当中，是不是有讲过？半导体最近的这波上涨是跟之前不一样的，因为对于170呢，前期是都没有有效突破过，所以每次一过170就容易构成空方的机会。但这一次有点不太一样，这一次突破170，它走了一根 K 线、2根 K 线，而这根 K 线呢还被有效突破了。所以突破之后的170呢往下走，你应该找的是做多机会，而只要保持在这根 K 线之上的股价，那么尽可能就不用做空了，因为它的空间不会很多，而且它更多的应该是找下跌的低吸机会，直到呢有那么一次你可能低吸之后它选择下穿，那么就止损，然后转为空头，那么这个区间之上依旧保持看多，只是看多的时候要注意它的压力位。目前的压力位集中在1倍、1.5倍和3倍空间，这是前期170的一个空间往上的扩散。在这一空间上呢，小心遇到压力。目前的价格是在1.5倍 230.12 的压力这里出现震荡，没有跌破1倍的支撑，也没有突破1.5倍的压力。但是不管它是向下跌还是向上涨，我们其实也是要关注做多机会的。向下跌的话呢，最好离这个支撑越近，找止跌买点。如果向上突破，那是不是进一步看涨？看到2倍空间 236.15， 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每只标的它的一个风向。像特斯拉这种在30分钟提前走弱走空的，我们很难找到机会去做多，除非有明确的一个上涨 K 线去修复170。而像半导体指数是已经有效突破170，日线出现方向的转势，这个时候呢，我们尽可能就不在这种股票上去找一些做空的机会。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半导体指数它的资金和动能上。从半导体指数的动能 K 线，你会看到它处于一个绿灯之后转红灯，而后持续无灯，那么就说明当前还是保持绿灯后的看涨状态。而为什么阿泽在前面的目录当中把半导体标记为黄色的变盘呢？因为它的 BBD 资金在昨天出现了一个下穿 K 线，下穿 K 线为关键 K 线，同时它又是一根10日星。所以当前的半导体指数，它究竟是选择回落前面的关键2号 K 线，还是向上要去突进我们的2倍空间？关键点就看一下接下来的那根 K 线的选择。正常属于10日星的标准 K 线后，它如果收盘上涨，那一般呢是向上选择方向；收盘下跌，那一般呢会选择向下。而因为它是下穿，所以最好这个方向呢能够明确一点，突破它的高点和跌破它的低点，选择后续是向下看调整，还是向上去突破1.5倍空间。接下来我们看到它周五的时候，它的预测高低点，低点的支撑看到229.92，高点的压力看到225.83。如果股价呢在这两者之间选择红绿灯，特别是10日星后选择红绿灯，那么效果会更好一点。红灯的话呢，也一样的是往下看下方的支撑。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MD。那么 MD 呢，我们说一下它的空间方面，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去看待。
从前期的高点连接了一个向下的趋势线，而最近呢，我们从它的低点也可以连接一个向下的趋势线，它有点像通道，但是这个通道呢有点扩散，只是不明显。而你会发现，对于这一条通道呢，其实它都测试过了蛮多次，所以这2条趋势线都应该算是有效的。那么当前为什么说它容易是一个波段的起点的位置？这个起点不一定是多头或者说空头。在周一的时候 ，AMD 呢出现明显的放量的一个长阳，这根阳线究竟是为了拉高出货，那还是说为了趋势的进一步往上挺进呢？我们还不能够去明确下定论。但我们知道它的价格目前来到关键的点位上，就是这里是前期的一个相对长时间大周期的下降趋势线。而股价在加速之后赶到了这个下降趋势线，那如果目前维持通道，这里对于波段的空头者来讲将是绝佳做空点。所以对于空头者，你就可以把这里呢当成前面这些位置去看，那么以此呢可以作为起点，也作为你的止损位。后续把这里击穿，你就止损；而不击穿之前呢，我们以此作为一个高点看待。那么另外的，如果这里真的是一个牛市的起点，它走了一个底部的相对的反转结构，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未来做空者可能看的是这一波调整，而我们看的就是这一波调整它不是一个高位的下跌，而是回调。回调的区间不要跌破这根大阳线的低点和107天均线，那么后续以这根阳线往上去看，对于这一个下降轨道的突破，而它只要突破，那是不是说明前面的反转是绝对有效的？后续对于中长期做多 AMD 的同学，你就可以不断的去布局了。所以目前的 AMD 它处于关键的一个窗口，后续我们会比较长时间的去看待。如果这里真的是一个高位，那么它的空间还是蛮大的。而假如这里是一个长时间调整之后的反转点，那么它的空间一样是特别的大。所以如果您对于中长线投资感兴趣，那么 AMD 肯定是未来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个重点的方向。那么以上呢，就是对于某些个股我们做了一些较为详细的空间或者说资金动能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来到第3部分。第3部分我们会讲到的第一只个股是博通。那么因为第3部分的标的是比较多的，所以阿哲呢一般会讲的比较简洁快速，简单说一下关键的点位和当前的风险机会即可。第一只标的我们看到博通，现在所看到是博通的日线图表。博通的走势呢其实也是一个变盘看涨，因为它这里的动能 K 线出现了红绿红，而后收盘看涨，那么是不是可以方向性看涨？但这个看涨不是说直接买入，因为昨天的 K 线是一个长上影线，你不能说这里变盘看涨我立马就满仓或者说重仓买进，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在买进的时候，哪怕变盘看涨，你也不能随便买。这个地方我们一直有讲到它的这个高点，防守营的高点要被突破，我们从周一的时候就开始有说了。那么这里如果不能突破，那么哪怕这里有绿灯，哪怕这里有看涨信号，我们也尽可能放慢脚步，不要提前去判定。那如果你说阿哲我收盘价没有过，我盘中过了去买可以吗？就不太好，因为盘中过的时候已经连续3个交易日都盘中有过了，但每一次都回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尽可能在日线上我们临近收盘你去决定买进。像这3个交易日，它都不是说尾盘刚过立马我买了就跳水了吧，并不是，他们很多时候是给你机会看到日内回落的。所以只要不是日线临近尾盘收盘的时候去过，我们一般就先等待这一个震荡后的选择。我们关注一下周五博通的高低点预测，低点的支撑在250.335，高点的压力在256.565，关注这2个价格。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AMD， 那么 AMD 阿哲目前呢更多还是想看一下它回落之后的一些做多机会，所以阿哲标记的是一个绿色块，但短期呢不是做多机会，因为在出现了一个我们的绿灯之后，底下上期视频阿哲讲过，这里不能追涨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上穿了，上穿的 K 线容易是变盘高点，所以这个地方是压力。最近2天也确实有压力，但它也因为前方是一个通道线的上沿，所以这里呢它也有一些风险，所以受压回落是很正常的。一个是因为上方的压力趋势线，一个呢是因为急涨之后的高点变盘。那么当下我们就关注一下它回落的时候，目前有一个红灯。那么这里的多头机会是怎么看呢？就是股价回调的过程当中，在大阳的中轴或者说在大阳的底出现了止跌信号，做一个回马枪的一个买进。另外一点
就是可能它的震荡在这里震荡，那就很强势了，等待再一次的往上突破上方的下行趋势线，去做一个初步的建仓买进也是 OK 的。所以目前对于空方来讲，你可以短线的去看空，保持红灯不出绿灯，短线看回落是没有问题的。但你要小心的是，随时在大阳中轴和大阳底出现止跌。那假如它不止跌，而是持续强势的跌呢，那就说明它这里越容易成为波段的高点。当它在完全有效跌破前方大阳线低点之前，我们认为波段高点的可能性其实还不算特别大。所以在此之上的短线，我们做空可以，但仓位呢就不用放太多了，除非它能够跌破170，跌破大阳的低点，那时候我们彻底转空。而后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周五的点位预测，低点的支撑是124.56，高点的压力是128。那么这两个价位，我们作为短线的空方可以去关注。在走出绿灯之前，目前呢依旧看对于大阳线的回调。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阿斯麦，阿只是标记了红色块，这个原因是因为它出现了一个红灯、绿灯、红灯，这本身就两个红灯，本身就空方占优，而后在变盘点之后出现的是一个阴线，它不是一个阳线收涨，而是阴线收涨，所以这个地方更加偏向于空方。那有同学说，那阿哲这里变盘不是向上吗？是的，变盘向上，但是它得要出现绿灯，或者说明确看涨才行。这一个阴线它是一个防守阴线，收盘价要过去，在出现再一次的红灯之前，要收盘价过这个防守阴的高点，才能够类似博通一样去看涨。在没有出现之前呢，哪怕变盘向上，我们依旧还不构成买入的一个条件，所以更多的它目前以阴阳线来看，它是偏空为主。这里只要不是有绿灯出现，依旧无灯，依旧红灯，依旧不突破防守阴高点，那么这里还是比较偏空的。那彻底要转空，彻底认为它很难转多，那么就要看前面这根阳线的低点了。前期呢，它这里出现上穿容易是高点变盘，而当前的股价一直在这里在震荡，那么它就作为有效支撑。如果股价能够收阴线跌破它的低点，那么这里也能够开始比较大的仓位去做空，也是 OK 的，类似于特斯拉的看法。所以对于目前的阿斯麦，阿哲认为短线偏空，而没有做多点，要有做多点得要突破。而如果在短线偏空的过程当中再次的出现下跌破位，那么可以短线加空，所以阿斯麦呢也可以作为一个关注的方向。我们看到周五时的关键的点位，周五看到低点支撑是757.94，而高点的压力是771.7，关注这两个价格。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AAPL 苹果均的走势呢出现了一个震荡，这个震荡的原因是前方这里出现了一个晕线，晕线在有效跌破它的大 K 线的低点之前呢，我们一般就不去加空了。在前期负阴线之后，我们一直是看空苹果，甚至呢其中还有几次加空了苹果。当出现了晕线之后，你要明白它这里是趋势停顿，在没有有效跌破之前，不要随便加空。而你又看到它出现了一个变盘看涨的信号，红灯、绿灯、红灯，而后收阳。那么这里呢，对于空方来讲，可以再次的获利兑现，可以再次的减仓。那么苹果什么时候要走出颓势？它得要收一个阳线，把晕线给突破。亦或者说在这里出现一个绿灯，那么就构成了变盘信号之后的看涨 K 线。要有这种信号出现，我们再去由空转多，彻底了结你的空单会比较好。在这里我们还是保持看空苹果，但是呢已经没有出现加空的一个条件，而是开始空方减仓获利兑现。这里依旧关注前方的下穿 K 线，它是一个低点变盘吗？它并不是，而是下穿，所以目前延续下跌，它呢也会成为一个压力。所以这个压力点要被站上，我们看这一个形态才能够转多，不然的话呢，还是在盘整的话呢，就依旧保持空方的一个看法，后续跌破再去加空。接下来我们看到周五的关键点位，低点的支撑是195.825，高点的压力是198.325，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Meta 呢出现了一个绿灯后转红灯，所以 Meta 它构成了一个看空信号或者说看跌的信号。它这里有多种信号叠加，前方是一个绿灯红灯绿灯，而后下跌 K 线，这一个看空的信号，这一个变盘向跌的信号就可以直接作为开空点。为什么？因为它这里不只是下跌，它还是一根负线，
啊，负线本来就是一个相对偏空的，所以这里呢出现了短线的下滑变盘向下，而价格反弹出现了绿灯，又出现了红灯，是不是这里又是一个多头转空头的 K 线？所以当前的 Meta 我们依旧往下看，除非再出现一根绿灯。接下来你看到下穿 K 线是哪一天？这一天是下穿，所以这一天临近一个低点变盘出现了突破，但突破之后呢是十日星，十日星后走出红灯，当前在回落。那么这里要看一下支撑能不能有效，如果跌落就说明低点变盘呢还没有突破，还没有确认。而假如后续你想再放多一点空头空单去压在 Meta 身上，它得要有一根阴线跌破这一个低点变盘的低点，这一根阴线产生之后呢，你可以把你比较多的一个仓位放在 Meta 的空头上。但是在此之前呢，低点变盘支撑还是有效的，所以当前的 Meta 可以看空，可以做空，但是仓位呢还只能够初期不能够上太多，还差一个跌破前方低点的变盘点。我们看到周五的预测低点，低点是691.99作为支撑，高点压力是698.68作为压力高点。接下来我们看到 MSTR 最近走的有点弱势，我们在上期视频刚讲了一下，你要看一下这一个向上的通道，这个向上的通道它目前是不是构成了下跌后的反弹？那这波反弹何时会结束啊？有效跌破通道，是不是出现了跌破第一天、跌破第二天？好，当前已经开始是跌破通道，跌破通道之后，你要注意它会不会反抽涨上，因为这种跌破还不是很强。不是很强的跌破，就容易会有反抽的一个确认，就像指数在本周跌破楔形之后的那个反包阳线一样。所以当前呢，你说阿周我看空可以吗？可以看空，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止损在哪里。止损就是收一根阳线，重新站回到这个通道。而如果站不回来，你往下落就继续的加空，这里还是初期的第一个空单点。更多的空方的仓位应该放在下一个阴线产生的时候，亦或者是冲高回落的时候，因为你要小心，它如果反抽一下，确认是跌破无效怎么办？是吧？所以这一种刚开始的跌破，你的仓位肯定不能放太多的，只能够去确认一下。这是对于 MSTR 我们所说的一个通道的问题。那我们再看到指数的一个下穿 K 线，是它下穿之后呢，股价在本周的周四出现了略微跌破，所以这呢也算是我们所说开空的地方的一个依据吧。那么价格走势，你说阿哲通道不太好看，那你可以直接看横向的这个价格，横向的价格就比较明确了。那对于空方来讲肯定是要走的，对于多方来讲就可以去把握再一次由通道下轨走为上轨的一个机会。但目前的 MSTR 呢，整体多空之间不强势，资金呢不在这里，所以做多做空看个人，它的一个空间应该短期内没有特别大的一个范围。我们看到它周五的价格低点的一个支撑是364.48，高点的压力是371.97，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PLTR 出现了红灯转绿灯，这是一个买入信号。价格呢 PLTR 算是比较强势的，一直涨不停。那么出现了长上影线之后，出现了跌破，而后红灯，这个位置本来应该作为多头的离场减仓点啊，它也不是说应该，而是必须。前方这里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这是一个买点，买入之后一直绿灯，一直呢可以持有或者说看涨，甚至绿灯之后再加仓也行。当出现红灯之后，你就要开始减仓，开始获利兑现了，只是卖多少的问题。这里又出现了红灯转绿灯，是不是整体来讲风险解除，说明还在能够看涨的区间，除非再出现一根红灯。所以当前的 PLTR 就属于多头方向，还没有转空。那么当前呢，就等待红绿灯的变化。再次出现红灯之前呢，依旧保持看涨。我们关注它的周五的关键点位，低点支撑是138.725，高点的压力是141.595，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谷歌。谷歌呢对107天均线出现了一个跌破，前期的绿灯一直在运行，而后一直没有红灯。像本周的周三出现了首根的红灯，而且是一个10日星后的下跌，并且是一个防守阴线。防守阴线的压力呢是在阴线的高点，而只有突破阴线高点才作为买入点，跟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博通、阿斯麦都是一样的。所以谷歌这里呢属于一个风险信号，
也属于前面红灯、绿灯后买入到现在的一个减仓点。而因为它跌破了170，同时跌破了10日新的低点，所以这个减仓呢应该减的比较多。目前对于谷歌，我们先不看涨，而是看阴线高点有压力，任何后续的反弹都容易在这里承压。所以在反弹突破它之前呢，多头不要加仓，甚至要未来每一次反弹只要不过它，都要认为它容易向下，那么都是减仓点。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在周五的时候看到低点支撑是170.918。高点的压力是175.902，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微软，微软呢跟英伟达有点像啊，它也是出现了变盘点之后是收跌的，但是第二天立马又转为绿灯，所以在转为红灯之前呢，目前的微软它依旧看涨为主。底下的 BVD 呢比较靠近这个零轴，但是整体不连贯，所以它的一个依据呢不深。我们主要关注它的红绿灯的走势。那会不会下一个交易日出现红灯啊？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低点支撑在哪。我们看到477.35，它是周五的低点支撑，跌破它就是红灯。绿灯后如果转为红灯，依旧是要看跌的。高点的压力483.89，关注这两个价格。再往下，我们看到亚马逊，亚马逊也是一根红灯 K 线，也是冲高回落，类似于负线。而后它离这个170呢，是不是越来越近了？前期下跌的 K 线在突破1天之后又走弱，走弱过程当中，我们依旧把低点试到这里。我们上期视频说过，这里突破之后你可以看涨，但因为指数环境不好，所以你呢谨慎看涨。那么这一波回落，它只要不跌破这个低点，那么亚马逊我们认为它依旧呢还算是调整为主，因为低点变盘呢就依旧有效，再加上170比较靠近，所以亚马逊和半导体指数是一样的，不适合作为做空的方向，因为它的一个空间支撑离得比较近，除非它真的能够一鼓作气把前面的低点变盘给跌穿，那个时候才能够去看一下有没有空头机会。接下来我们看到预测的高低点，在周五关注低点支撑209.62，高点的压力是215.24，关注这两个数值。接下来我们看到 SMCI 呢属于出现了一个仿包啊，而且是2根都是绿灯 K 线，还是比较强势的，最近有点变化。但它有没有走出运线的高点区间呢？当下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运线的上破？只是这个上破呢不是很强，但是它至少破了，所以破了一个上沿，而且处于红灯后转绿灯的股价走势。那么这里至少你不能把它作为看空的方向了吧？除非在这里出现上破之后再往下收阴线跌回来，那你可以认为这个突破它无效，那么依旧呢保持一个震荡的看法。而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呢？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因为它这里临近上穿零轴，一旦在这里出现了震荡，甚至呢收跌，它这里其实就上穿了。一旦上穿就是高点变盘，高点变盘加上震荡的上沿，是不是容易构成再次的短线看空点？所以当前它依旧在运线出现一个震荡，目前震荡还不构成有效，所以 SMCI 呢，你以高抛低吸为主可能会较好。我们看一下它周五的点位，低点的支撑43.63，高点的压力46.51，关注这两个价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台积电，台积电目前是不是构成了变盘向下？因为它是一个红灯、绿灯、红灯，而后下跌。下跌的时候呢，昨天为10日新，今天为下跌 K 线，所以这一个变盘看向下呢，其实可以直接呢作为一个开空的点。不过你要看到底下呢是一个下穿 K 线，但这个变盘低点要怎么成立呢？就是这个低点不能跌破。所以对于空方来讲呢，这一根 K 线可以作为首次看空点。但是首次看空点它如何能够再加仓呢？得要收盘价跌破它这个阴线的低点。好，跌破之后呢，作为空方的加仓点，继续的看跌看调整。反而我们的多头呢，你可以看一下，多方走到这里红灯之后，连续2个红灯，是不是前期你也是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的买点？红灯转绿灯买入之后，一直没有红灯，一直不减仓，到这里开始又有减仓点。那对于多头来讲，什么时候可以再次的买进啊？你是不是要看一下这个低点变盘是不是真的有效？它得要高点突破，一突破，你的多头可以再买进你之前所高抛的筹码。那么这一个 K 线对于空方来讲是首次入场点，对于多方来讲是减仓点，但是后续呢突破它的高点，多头可以重新拿回来，空头呢记得止损离场。
以上就是6月19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今天休市，但是我们的消息面可能还是不安稳，在周五会容易面临大的波动，叠加事务日和消息面的变动，希望大家能够有所防范。特斯拉目前依旧空头不变，除非出现我们视频当中所讲到的多头反转，不然的话呢，空头以目前的止损去博弈后续的下跌。AMD 将会是未来阿哲相对重点关注的一个标的，它究竟是波段空头还是波段多头，我们需要密切关注。以上内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